西班牙的地理位置，正如历史无数次证明的那样，使其天然地向海洋倾斜。它同时拥有大西洋和地中海两条极为关键的海岸线。一个如此依赖海洋贸易与安全的国家，注定需要一支强大的海上力量来掌控海权。西班牙海军的官方名称非常直接，就叫无敌舰队阿马达。虽然它和16世纪被英国击败的那支舰队并非同一主体，但两者有着极其深厚的历史渊源。作为全球现役最古老的海军之一，从发现美洲大陆到人类首次环球航行，再到著名的勒班托海战与特拉法加海战，西班牙海军曾统治海洋长达3个世纪。即便在19世纪帝国衰落之后，他们依然保持着顶级的造船工艺，甚至建造出了人类历史上第一艘完全具备实际作战能力的军用潜艇。时至今日，西班牙海军依然维持着一支规模极其可观的精锐舰队。目前海军现役兵力20800人，此外还拥有一支高达11500人的精锐海军陆战队。整个舰队拥有11艘护卫舰、2艘现役潜艇、2艘船坞登陆舰、1艘多用途航母、2栖攻击舰、6艘扫雷舰、6艘远洋巡逻舰、16艘近海巡逻艇以及18艘各类支援和训练舰艇，总排水量高达22万吨。聊西班牙水面舰艇，就绝对绕不开他们的防空核心阿尔瓦罗德8战级护卫舰，也就是大家熟知的 F100 级。该级舰共建造5艘，于2002年至2012年间交付西班牙海军，是全球首款成功把完整版宙斯灯系统集成到7000吨级以下舰体上的成功范例，一举打破了美制宙斯灯的吨位限制。后来澳大利亚的霍巴特级驱逐舰和挪威的南森级护卫舰全都是以 F100 为蓝本衍生开发出来的。该级舰标准排水量5800吨，满载排水量6390吨，舰长146.7米，舰宽18.6米。主推进系统采用柴燃联合动力 HODAC， 有2台著名的通用电气 LM2500 燃气轮机提供强劲动力，最高航速可达28节，最大续航力4500海里，具备全球远洋部署与极强的机动性能。该级舰将 NSPY ED 相控阵雷达安装在军舰延伸的上层建筑高处，有助于确保该雷达在其尺寸范围内拥有超远的视距覆盖范围，可同时跟踪数百个空中、水面目标，探测距离与抗干扰能力位居世界前列。火力配置方面，舰首配备一座 MK45 型127毫米舰炮，兼顾对海打击与远程防空。末端防空有一座西班牙国产的梅罗卡近防系统，加2座厄里空20毫米近防炮，构成密集的防空屏障。核心防空火力为48单元 MK41 垂直发射系统，通过经典的一弹4坑装填模式，可同时搭载32枚标准2远程防空导弹和64枚 RIM-16R 改进型海麻雀 ESM 中程防空导弹，区域防空能力突出。反舰与反潜方面，配备2座4连装鱼叉反舰导弹发射架，具备超视距打击能力。水下防护则依靠2座双连装324毫米鱼雷发射管，配合一架海王或 SH-60 海鹰反潜直升机，构成了远中近3层反潜体系。为了让这5艘主力舰再战20年，西班牙政府近期批准了价值高达32亿欧元的中期现代化升级工程，预计耗时10年，对这5艘 F100 进行全方位的战术技术改造。除现役的5艘 F100 外，西班牙海军目前还搭配使用着6艘圣玛利亚级护卫舰。该级舰是20世纪80年代基于美国佩里级护卫舰国产化改造而来的，用梅洛卡近防系统替换了美制密集阵。虽然曾经也是主力，但服役已近40年，性能早已落伍。用来全面替换这6艘老舰的，就是西班牙海军未来的新星 F110级多用途护卫舰。F110计划建造5艘，其首舰伯尼法兹号已经在2025年9月正式下水，预计将在2028年交付服役。虽然 F110最早立项时定位为反潜平台，但西班牙人直接为其塞进了顶级神装备。它集成了全新的一体化桅杆，以及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 NSPA 7VR 远程识别雷达，这直接让 F110具备了探测、追踪乃至拦截尖端弹道导弹和先进空中威胁的能力。因此 F110已经演变成了一款不折不扣的多用途护卫舰。武器系统上，舰首将配备一门奥托梅拉拉127毫米速射炮，舰炮后方安装2座8连装 MK41 垂直发射系统，可发射标准2 Block 3A 和 RIM-16R 改进型海麻雀 ESM 舰空导弹以及反舰巡航导弹。
此外，该舰还将配备2座4连装海军打击导弹 NSM 巡航导弹发射装置。反潜方面，安装2座双连装324毫米 Mk54轻型鱼雷发射装置，声纳组合为泰雷兹 Blowmaster UMS 4110型低频舰手声纳加泰雷兹2087型拖曳阵列声纳。如果说西班牙水面舰艇的发展顺风顺水，那么西班牙在水下力量的发展上则遭遇了诸多波折和延误。故事要从上世纪90年代说起，当时西班牙纳凡蒂亚公司和法国海军集团决定联合研发著名的鱿鱼级潜艇，成功出口到了智利、马来西亚、印度和巴西。但西班牙海军觉得鱿鱼级尺寸太小，航程不够，无法满足大西洋远洋作战的需求，于是双方分道扬镳。西班牙决定独自上路，启动了自主研发的 S80 潜艇项目。该机艇2965吨的排水量，使其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常规动力潜艇之一。它最大的杀手锏在于采用了独特的生物乙醇燃料电池 ARP 系统。相比德国或瑞典采用氢气罐的 ARP 潜艇，西班牙这套系统优势非常突出。它在使用过程中直接将乙醇在线重整，获得氢气，完全不需要在潜艇内部储存高危高压的氢气罐。而且乙醇这种燃料在世界各大港口都极易获取，后勤保障极其方便。然而，这项颠覆性技术的研发道路布满了天坑。由于初期超重设计失误，技术攻关受阻， S80 经历了数次推迟与疯狂超支，单艘建造成本一路飙升到了10亿欧元。10亿欧元买一艘常规潜艇是什么概念？这价格几乎已经摸到了某些攻击性核潜艇的门槛。也正因如此，国际市场对其 ARP 技术的成熟度充满了质疑。不过，抛开成本不谈，随着首舰伊萨克佩拉尔号在2023年底正式加入西班牙海军服役，这艘能发射 DMRA4 重鱼雷、鱼叉反舰导弹，乃至预留了战斧巡航导弹接口的远洋潜艇，确实为西班牙海军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水下战役威慑力。目前 S80 潜艇计划建造6艘。聊完防空与水下，接下来是整个西班牙海军的灵魂与旗舰胡安卡洛斯一世号多用途2栖攻击舰。这艘战舰堪称中等海军强国，在有限预算与多元需求之间取得完美平衡的教科书典范。它完美融合了轻型航母与2栖攻击舰的双重功能，2.7万吨的满载排水量，直接超越了法国的西北风级，标志性的12度滑跃起飞甲板，使其能够直接操作短距起飞、垂直降落的固定翼战机，下层设长69.3米的巨型船坞和重型车辆甲板，能轻松塞进4艘 LCM-11型登陆艇和46辆主战坦克。这套一舰多用的高性价比设计受到了国际军火市场的广泛认可。澳大利亚的堪培拉级2栖攻击舰以及土耳其的阿纳多罗号无人机航母，全都是直接引进这套设计方案建造的。此外，西班牙还配备了2艘13800吨的加里西亚级船坞登陆舰，与荷兰皇家海军鹿特丹级联合开发。该级舰拥有一块大型直升机甲板、885平米的机库以及1000平方米的巨型坞舱，可一次性投送33辆主战坦克或543名全副武装的士兵，两者构成了西班牙海军强悍的远洋2栖投送力量。然而，看似风光的胡安卡洛斯一世号如今却陷入了一个极其尴尬的绝境。目前，该舰搭载的空中核心依然是老旧的 AV8B 钥匙 R 垂直起降攻击机。在隐身舞台机横行的时代，老旧的钥匙早已无法适应高强度现代战争。随着全球零部件供应链的逐渐断绝，后勤维护也难以为继。按理说，换装美制 F35B 是唯一的救命稻草，但由于复杂的政治决策与预算争端，西班牙政府明确表示绝不采购美制 F35战机。不买 F35B， 胡安卡洛斯一世号未来的固定翼舰载机又该怎么办？这确实是西班牙海军绕不开的问题。2025年6月，纳凡蒂亚公开提出了一套 K2-8 航母方案，也就是采用弹射起飞、软组组建的固定翼航母设计。这也是西班牙首次公开探索这一类的航空母舰。按照纳凡蒂亚公开的设想，这类航母将采用常规动力，舰体规模接近法国戴高乐号，可搭载约30架作战飞机，并具备运行 F35C、阵风 M 以及未来 FCAS 舰载机衍生型号的潜力。不过需要说明的是，这目前仍属于企业提出的未来舰艇方案，并不代表西班牙已经正式决定建造一艘弹射型航母。如果这一方案未来真的落地，西班牙海军的航空力量将发生明显变化。
胡安·卡洛斯一世号继续承担两栖攻击和短距起降航空任务，新的 K2-8 航母则负责固定翼舰载航空作战。与此同时，西班牙还被认为可能继续增加一艘两栖攻击舰，届时西班牙海军则有望形成一艘固定翼航母加2艘大型两栖攻击舰的海军航空体系。这对于一个欧洲中等强国来说，无疑将是一次巨大的能力提升。对于西班牙海军而言，并不是所有任务都需要 F-100这样的高端护卫舰。西班牙需要面对的海上任务中，有相当一部分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海战，而是海上巡逻、打击走私、监视非法移民活动、保护海上基础设施，以及对海外领地、周边海域进行长期巡逻。这就要求西班牙海军保有一支相当规模的近海巡逻力量。流星级近海巡逻舰便是西班牙海军的答案。该舰长约93.9米，宽约14.2米，排水量约2840吨，配备一门76毫米主炮和2门25毫米远程炮，配备了英爵 SCAR 分的水面搜索雷达、SCAMP 作战系统和 Link 11数据链。该舰协调一致的装备配置，为海上安全提供了成本可控的基础。这种介于近海巡逻艇和复杂型护卫舰之间的舰艇，可以让西班牙海军在不占用高端舰艇资源的情况下，更好地应对海上非传统安全。目前，流星级近海巡逻舰已建造交付6艘，另有2艘在建。相比于海军风头正劲的发展势头，西班牙航空航天部队的现状只能用危机四伏来形容。目前，西班牙空军拥有一支近150架战机的庞大机队，然而其主力的81架 FA-18AB 已经极度老化。原计划靠法德西联合研发的 FCAS 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欧洲6代机来接班，但由于三国内耗， FCAS 项目一再延误，而西班牙官方政治上又坚决拒绝采购美国的 F-35A 隐身战斗机，这就导致市场上唯一成熟的5代机选项被直接封死。虽然西班牙紧急追加采购了45架最新的台风劝解4战机，但依然无法填补全部缺口，这直接导致部分老旧的 FA-18战机必须硬着头皮超期服役到2040年以后。更致命的是，西班牙空军在战术支撑节点上存在2个极具致命性的瘸腿短板，一个是预警机彻底挂零，整个西班牙空军完全没有独立的固定翼空中预警平台，所有的空中预警与指挥全盘依赖北约公共资金池里的那些波音 E3 哨兵预警机，一旦脱离北约框架独立作战，西班牙空军在空中就是半盲状态。另外一方面，西班牙空军加油机严重匮乏，虽然近期西班牙扩充了 A400M 运输机群至20架，并引进了16架 CR95 海上巡逻机，但专门的大型空中加油机目前仅有2架 A330 MRTT。对于拥有近50架主战飞机的空军来说，2架加油机无异于杯水车薪，极大限制了其空中打击战术半径。纵观西班牙的海空军战力，我们能看到一个非常鲜明且矛盾的伊比利亚样本。在造船工业与水面舰艇领域，西班牙凭借 F-100的宙斯盾集成、S-80 Plus 的生物乙醇 AIP 以及胡安·卡洛斯一世号的一舰多用，展现出了令人惊叹的自主研发能力与顶层设计智慧。但在空天力量与前沿5代机换代上，却因为僵硬的政治立场、预警机与加油机平台的缺失，陷入了有舰无机、老舰老机超期服役的深重危机。曾经的无敌舰队能否在21世纪重现光芒？那艘寄托着全西班牙希望的常规弹射航母，究竟能否从图纸走向大洋？时间会给我们答案。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西班牙海空军硬核解析的全部内容。你觉得西班牙最终会为了航母向美国的 F-35B 妥协，还是真的能把常规弹射航母造出来？欢迎在评论区和弹幕留下你的硬核见解。如果觉得本期视频干货满满，对你有帮助，请一定要长按点赞，给个一键3连，这对我制作下一集长视频非常重要。感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